2026年呢，从官方看到中共国的全是好消息啊，什么第一季度经济 GDP 5.0啦，什么芯片又厉害啦，啊，什么人工智能 AI 又厉害啦，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呢，我相信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普通人，应该是能深刻感受到经历这4个月的生活的下行。摆事实讲道理，咱们还是老话，2026年确实是中共国人很悲剧的一年。末世王朝没办法啊，都是这样，几千年都是这样，越到末世就越折腾老百姓。所以2026年最典型的一个景象，就是2026年公告的苛捐杂税特别多啊。我能做的呢，就是把这种现实情况摆在桌面上跟大家说一下。也让所有的中共国人都放弃幻想啊！现实就是这样，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环境。毕竟呢，中共在大规模的洗脑啊，再加上中共国人自己喜欢骗自己，不然自尊心过不去了，也就是喜欢吸食精神鸦片啊。所以现在太多的中国人在吸精神鸦片。我们可能很多人看过一些文艺作品。清朝末年，那个时候大量的清朝的人都是抱着烟枪醉生梦死的啊。现在呢，其实本质是一样，不过就是物质的鸦片换成了精神鸦片，所以很多中国人还沉浸在什么大国梦想里啊，什么中华崛起啊，打日本、打台湾啊，娱乐至死，各种各样的鸦片，但是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真正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世界的不是很多，好吧？我能力有限啊，咱们也是聊天，能叫醒多少人就尽力叫醒多少人。当然了，2026年这种变化呢，有好的一面，就是天越来越黑的时候，基本预示着黎明也就要快到来了，好吧？啊，老习惯，摆事实讲道理。在2026年两会结束以后，3月份以后呢，中共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咱们讲过很多，包括地方附加税改革、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灵活就业人员、强制的社保、强制缴纳长期护理保险、限制低空经济、殡葬管理新规等一大堆。也就是在很多领域，中共都在尽其所能的去掏空国人的钱袋子啊。这些政策其实已经让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了啊。详细我都讲过了，不重复。那这些政策呢，还都是经济上的。至于经济以外的政策啊，对所有人进行监察呀、国安呐、禁止翻墙啊等等，那就更多了，越来越难。但是这么难，比如说这种经济政策，这种2026年两会之后这2个月发布的数量和频率，让老百姓不好过的，都是突破历史记录的。但是没有结束。很多人以为啊，这是不是两会借着两会的光，中共把这些割韭菜的信息都释放了，奴役中国的信息都释放了？跟大家讲，不是释放完了，是刚开始。因为上面这些政策呢，再怎么压制老百姓，基本涉及最多的只是行政责任，没有刑事责任，不会把你抓起来判刑。但是4月份实施的几个政策都是刑事责任。也就是剥削你的时候，如果你反抗，就要把你抓起来判刑了。前几天4月16号，中共中央政府8个部门8个：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在北京开了一个罕见的重要会议。会议名字叫全国8部委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议。会议结束后发布了一个会议通稿，作为法规发布。然后呢，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办公室，进行本次会议决策的具体执行。那这个法规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中共要对所有的，不管之前之后啊，没有时间范畴，之前之后偷税、漏税、骗税等问题，实施行政处罚加行政处罚加刑事处理的联合严肃处置。
名词叫做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无缝双向衔接，没有时间限制机制。也就是中共国任何单位和个人涉及到偷逃税的问题，你赚了钱没给国家，5年前、3年前、现在、未来都不一定是罚款了事了。除了罚款以外，还有一系列处罚，甚至包括刑事责任。会议公告，中共国从2022年开始实施金税4期，到现在已经基本完成覆盖全国所有商业领域的任务。本次会议要解决的就是过去在中共国涉税问题叫抓得慢、罚得轻的问题，改变了，以后重点就是什么？抓得快，罚得重。本来呢，税务追查呢叫一体化打击体系，这是现在的做的，这次会议决定的、建立的，由税务机关负责稽查，市场监管总局、海关负责配合监察，发现问题后直接交由公安机关实施抓捕，这是会上自己说的检察院快速起诉，法院快速判刑。违法资金由人民银行、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实施追查和锁定，8个部门全用上了。会议通稿表示，要把过去偶然的这种一体化突击检查和打击行为，未来变成常态化工作形式，要求全年全方位的进行检测加实施打击，强调数据化治理，利用大数据直接锁定所有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和路径。那会议确定了2026年重点打击的行业，大家听一下有哪些网红、明星、网络直播、医美、黄金珠宝、跨境电商。特别提到网红、明星跟网络直播通过私人账户收款、拆分合同等方式隐秘收入的逃税行为，还强调了网络和现实一手二手的奢侈品销售、贵重首饰以及珠宝玉石的销售、白酒和成品油的销售。会议表示，今年1季度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国的税务机关仅仅查出虚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3700多起，单独罚款的金额超过18亿元。本金补交税的本金跟滞纳金是能算出来的，罚款就有18亿元，一会儿跟大家说就知道了。会议明确提出，要在2026年让中共国全国进入叫全天候高纬度的合规监管时代，要让任何中共国人的偷税逃税行为在大数据模型面前透明度为100%。我这里说一下金税4期的大数据监管，特别是生活在国外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就是跟我们以前大家理解的纳税的概念的差距有多大。跟大家讲一下金税4期最大的差距不是大数据监管，叫大数据评估税务体系的人都明白什么概念。以前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你有收入你纳税，看你的财报实际上收入的钱来确定你应该交多少税金，你银行进多少钱。但金税4期特别是对企业的纳税看的叫行业中位线，达不到中位线的企业或个人要提交明确的可验证证明，否则就要按照中位线纳税。什么意思呢？这严查我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是国内开企业的朋友搬砖的肯定是大问题了，搬砖的是犯罪问题，一会儿说搬砖的是犯罪问题，不是违法了，小心的举例，你有个加工企业100个员工，年终收入200万元，净利润100万元，你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按理你应该按200万收入100万利润去纳税。但是当地税务机关的大数据评估发现，在你从事加工的行业里，全国中等线数指标100员工的企业
平均年终收入500万元，利润300万元。这时候税务机关就会让你的企业提交为什么你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远远低于行位中位线的说明和验证材料。就人家挣这么多，你为什么才挣200万，才有100万？如果你拿不出让税务机关满意的验证资料，那你或者就按照中位线纳税，年收入500万，利润300万纳税，或者就要被税务机关严查。这严查可能就是倒推10年、20年的严查，没有年限限制，不涉及到偷税、逃税，只是漏税5年，涉偷逃税没有倒查年限。而且发现有问题，中共国的税务机关现在是有权利从这个国家任何企业和个人账户上直接把钱扣走的，完全不用跟你商量，直接给银行发指令，银行就把钱扣了。税务机关都是代扣的，直接就扣了。那如果税务机关出错，扣多了，以前讲过，绝不可能退给你，只会把它当做你以后收入的提前纳税。扣少了呢，税务机关就会接着扣。我到这里说明白了吗？我就想问问那些抖音上有过大哥的账号的主播，慌不慌？就网红和自媒体的税抽，现在审查都是给你往以前按季度核定的。你以为你曾经3年前某一个时间收到一个榜一大哥加上其他人给你的20万元打赏，平台扣了50%，10万，剩下10万打到你的账上，你赚了。这10万元现在就成大祸事了，因为照理你必须把这10万元在当时缴纳叫劳动报酬类的所得税，税额是多少？按照你的收入20%到40%缴纳，季度合并纳税。那你没缴，现在查到了，正常纳税10万块钱，扣除20%费用，再按照税务机关规则，2万2万及以下纳20%，2万到5万纳30%，5万以上40%。你这属于10万扣20%以后的40%档。那也就是说，这10万元你应该补交2.5万元的应纳税款。此后呢，按照规定，每一天是5/1000的滞纳金，3年共计13687元。如果税务机关认定你只是漏报或少报，那罚款规定是0.5到1倍，正常按1倍执行，再有2.5万。所以如果算你漏报少报，那为了这10万块钱收入，你现在要去税务机关补缴6.3687万元的税款。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被认定为是偷税，就会被处以3到5倍的罚款，7.5万元到12.5万元，而且超过3万元这个底数，一会儿在下面会说，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最惨的情况，当初10万块钱没纳税，现在要补交多少钱？16.3687万元的税款，而且如果涉及到偷税或巨额资金来源不明，还要被判刑入狱。建议感兴趣的好好去看一看这个会议的决议，全部的决议，好吧？有人说了，怎么3万叫巨额资金一会儿讲了刑法修订案12，3万块钱对于老百姓、非国家工作人员就是起征点，刑事案件的点，好吧？所以你如果在国内从事互联网自媒体相关的工作，以前有过我说的这个事儿，好好想吧，好好想吧，好吗？好好想吧。按照中共国家税务总局今年2026年4月初颁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这是法规国家正式的，所有中共国的平台企业都要把2025年10月起的平台经营者跟从业人员的详细身份信息以及季度收入情况实时与当地税务部门同步，税务部门要严格审核，检验平台报送数据质量，深化涉税信息的分析应用。那海外平台只要有中国人播出的，现在中国的国家税务总局都在跟海外平台协商要相关的资料，只要你注册是 China。法规明确规定，我刚才讲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明确规定，对过去平台商户、主播、带货、内容变现、劳动收入等散、税、隐的收入，要进行制度化的全年全方位抓取和审核。然后根据上面说的那个会议的纪要，中共国从今年开始，今年税务核查的内容不仅限于过去只核查叫增值税和所得税，今年重点核查范围新纳入的叫消费税和印花税。你跟人签合同都有印花税的啊，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签的任何合同在外面，甲方都有印花税的，你估计都不知道。所以呢，以后那些网上挣不到钱的小网红、小主播，也许不会太羡慕那些很赚钱的主播了，因为中共算是正式已经公告开始实施叫什么杀富但不济贫的行为了。那所有这些播过的挣钱的大钱的，有了这次的法规都是严查。当然了，劳动报酬所得税的底线是800块钱，因为到800就没有抵扣了。所以如果税务机关会进行同类收入合并计算，所以如果每个月收入低于800元的小主播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法规到你头上，不用担心税务机关会强制在户头上扣钱。但是回过来我问大家，每个月低于800块钱，你在这个国家能不能活着？我估计这是个挺大的问题，明白吧？能不能活着？大家看一下。然后这是一个涉及到全国所有商业领域和个人的税法，影响的范畴目前估计7亿到7.5亿劳动力。那这个税法实施出来是不是已经挺狠的了？别着急，跟这个税法配套的还有一个几乎同步公告的，就是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12的最新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里有一个极震撼的第8条，也就是中国非国家工作人员，大家知道了，那除了公务员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出现3万块钱底线及以上的来历不明收入，就会按照行贿罪、受贿罪或无法来历不明或无法说明来历的收入，就会按照行贿罪、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进行刑事处罚。而且这个解释的实施没几天，1个星期，2026年5月1号在全中国正式实施。这也是个没有往前的使用年限的可逆推法律。也就是你说你5年前干的，查到你5年前账上有笔收入突然间找你来了，税务机关也好，什么机构也好，让你说明，你说我说不清楚，首先你有收入了，税务机关让你补税，此二由于你说不清楚，对不起，抓走了，那你没办法，你这收入来历不明，那最后哪一个东西给你判，那就看你怎么判了。那为什么它可以逆推？因为中共说了没有改变法律，这只是更改了司法解释，法律条款存在很多年，对这个法律条款只是重新进行了解释，所以不是新颁布法律，那就是这个法律条款什么时候建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可以判你犯罪了。所以在这次司法解释中明确的什么挂名领薪、交易合作、吃回扣、收取手续费、赚中间差价、兼职劳务等，都是踩在红线上的。大家可以在国内看看很多司法界人士的讨论，叫做这一次的解释有罪和无罪的界限十分模糊，具体判定就看执法者了。而且新规还强调了非国家工作人员的重点群体3部分，什么民企员工，包括老板个体户、网络主播。新规定还强调了这个犯罪的计算叫穿透式计算。举例，某人某月帮助3家公司做了资源对接，3家公司为了表示感谢，请这个人吃饭，饭桌上3家公司分别给了这个人1.1万元感谢费，
现金给的、转账给的、网络支付。但是因为3家同时给 3.3 万，累计后超过3万，涉及刑事犯罪。我再说一遍啊，这是新规政府给的案例。新规还强调了植入便利的原则，比如电商圈、网红圈，如果有人因为介绍生意或项目，或者帮助销货，或者网络变现，出现了私下中介费转账，没有入账，没有纳税，就会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以很难，再说一遍，新规明确强调，再强调，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到的车子、房子、二手奢侈品等贵重物品，低于市场价格叫以明确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到的房子、车子、二手奢侈品等贵重物品，以及以明确高于市场价格卖出的房子、车子、二手奢侈品等贵重物品，其中的差价直接算作贿赂。听明白了吗？差价算作贿赂，但是没有规定在法律上谁来定义这个价格是明确高于市场价格或低于市场价格的，没有，那肯定是谁抓的你，谁就来定义。神啊，再跟你讲啊，这都是新规明确解释规定承诺办事并收取财物价值，财物价值不管包括现金在内超过3万元就构成犯罪，不以事情办成或没办成为前提。听明白了吗？你帮人办一个事儿你中间要的钱中介费3万，都没说这事儿办成不办成，只要你收了钱就叫构成犯罪，这都是新规明确的规定然后此外呢，涉嫌犯罪可以自首，主动上交违法所得，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那关于这个解释呢，因为在国内外中共国国内国外很多主播详细讲过了，不继续详细介绍了，时间原因。但这个很明确，就是中共的又一种口袋罪，明白了？跟寻衅滋事等等，这已经是中共近年来出台的一种新型口袋罪了。啥叫口袋罪就是一大堆范畴，说不清的东西，说你犯罪都可以装的犯罪。原来可能都是批评或者行政职责，现在全是犯罪。那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大家想清楚。甭管这边告诉你税收涉及到犯罪，这边改司法解释，目的都是为了压榨清楚中共国民众兜里的最后一分钱，把韭菜完全割光。为什么？因为中共国政府经济衰退的都太厉害了。以前跟大家从各种层面都讲过了，比如说就中共国这 M2 数值 ，M2 这代表我们的债务增长情况互联网一查就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共现在的国家 M2 数值比整个美国和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债务多到现在整个地球都快装不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共为了，这是公告出来的公告出来的，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那现在最方便的方式是什么？又不会挣钱，就是拼命的剥削和压榨，榨干奴隶们的最后一滴血。有人说，翟老师你讲这个涉及不到我，跟我没关系。对，跟你没关系的时候，那你什么都不是，但只要到你身上就是100%，你就跑不了。听明白了，回去好好看看，不管是税务的还是刑法12条修正案司法解释，好吧，好好看看。其实呢，咱们上回讲过中国涉零的情况，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大众大多数人已经够穷的了，已经对未来基本都没什么希望了。但是对于中共这个政府来讲，现在除了借债
根本就没办法构建任何的核心经济支柱，也没有主要经济来源，所以他为了续命，他只能加大苛捐杂税的数量和惩治手段，尽全力的进行剥削。所以这样子的话没办法，他不然怎么办呢？而且现在的压榨方向已经开始什么？不是说未来就是增量财富怎么了去做了，现在开始对存量财富，前几十年曾经富裕过的存量财富开始建立明确的压榨体系。当所谓的税收核查无时间限制，这种来历不明收入无时间限制的时候，那你想这种核查向下会怎么样？估计很快就看到银行取钱，银行让你提交合法的资金收入证明，你提不出来，不是说你存在银行的钱是你的，你提不出来，找到你的就是公安局，你再提供不出来，3万以上就入刑了。你都提不出你合法证明吗？你提出这是我工资收入，纳税没有，没纳还是刑事处罚，不光把你这个钱都弄光了，滞纳金罚款从那时候开始让你这钱之外还得交钱。所以不管一个中共国人历史上涉及到任何问题，好好想想你兜里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能讲清楚。对呀，这2个法案出来就这样，你以后得把你兜里的每一分钱都想明白你怎么挣的，你讲不清楚，抱歉，那就不是你的钱。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司法解释和法规这2个回去好好读一遍，认真思考，因为咱们就讲这么短时间，你就明白了，你兜里的每一分钱你将来都得跟政府讲明白哪儿来的，是否纳过税，讲不清楚，抱歉，就进监狱，或者你主动把你自己的非法所得上缴。对呀，主动上缴啊，那就可以减缓或免除处罚。中共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么做的结果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干嘛？就是民间的资金更一步被抽走了。大家在这个社会本来就看不到希望，没有安全感，就更没有希望安全感，以后就更不会有人去消费了。但是这是不消费资金动不了啊，但是中共不在乎了，因为活不下去，好吧？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现状。然后有人说，那是不是中共把这些社会上的曾经的大家兜里那些没纳税或灰色的钱都收上去了，是为了投入到可以让经济发展的有效领域，促进良性循环呢？这么想的人你可真是想多了啊，脑子里估计都是屎。继续摆事实讲道理，继续摆事实讲道理。我们看一下中共压榨社会的钱去哪儿了。先从一个100亿规模的小案例讲起。这个月，中共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海娟副教授带领自己几十人的调研团队，历时2年多，通过对江苏、浙江、山东的9个省、19个县、42个乡镇振兴示范村的调研，示范村就是在农村里做的最好的，最后总结出一个调研报告，在网络上公开发表了。这个月结论是什么？名头啊，结论，报告结论，政府上百亿农业专项资金投资的项目，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在经营农业。听明白了？也就是你的钱政府拿走，干嘛了？比如说用于专项农业资金，但做的事儿跟农业什么关系都没有。像山东临沂一个现代农业公共实训基地，投资超过7个亿，主要资金来源政府专项债，还有大量是政府补贴啊，上级划拨。大家知道这个资金就可能是从这儿没收罚上去的啊，税收上去的划拨。那项目建设的目的原来叫什么？
叫农业综合培训。但是现实中，这个农业基地建成的有什么？高档酒店、健身房、棋牌室、娱乐室等。唯一确认的是，任何设施都和农业没关系，甚至连最基本的农机、种植、养殖相关的设备和文字、图片都看不到一个。导致这种情况的核心原因，我以前讲过，王海娟的报告跟我讲的一模一样。以前跟大家说过，大家应该记得，就是中共国的农业的限价机制，农民最惨，导致所有农业上规模化的投资都没办法盈利，只能血本无归。中共国由于维稳的需求和本身对农业体系的压榨，对所有农产品都有严格的限价机制，导致什么时候能活？只有小农经济，也就是利用自家劳动力，不计算劳动力使用成本，且劳动力有足够的土地进行播种，才可能导致卖掉粮食，勉强维持生计。而只要采取规模化经营，雇佣了外面的劳动力，租用土地、购买设备、资源的成本是远高于小农经济的，而且外面聘用劳动力的责任心是远小于小农经济的。那如果种植的是粮食，主要的是粮食等作物这个对于天气的影响可能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大规模经营的利润连土地的租金都覆盖不了。而如果种植经济作物，受到天气跟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极大，可能几年挣的钱1年就血本无归。所以由于种地必然亏损，中共政府所有进入的农业资金，要的钱各种农业的，进入到农业以后，第一要做的反应就是做跟农业完全无关的副业经营。就这份报告的很多结论跟我今年2、3月份跟大家讲的中共国农村的现状，就是大量城市劳动力回乡以后只能返贫致贫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乌鸦嘴没办法，就是很准这报告就跟验证我那时候说法的一样，里面内容全是跟我那个一模一样的，没任何差距。接着报告表示，大量资金，特别是政府或央企国企资金进入农业后，并不是为了农业，而是为了土地指标跟融资通道，通过在农村搞现代农业园区，就可以按照政策获得城市的配套开发权，然后涉农项目的经营权就很容易获得跟农业相关的国家批准的低息贷款、资金补贴等，而且使用起来很方便，没什么监管。所以这时候的农业项目可以不干。那地方政府把涉农资金投入到真正的农业项目中，是否盈利看不见，也没有可以视觉感知的成效。但是如果把投入农业的资金构建起与农业名称有关的房地产、旅游景区、量化工程，都可以设为可视化的政绩体现，更容易展现政府乡村振兴的效果。而且这样做，报告里自己写的能够有更好的贪腐的闭环在里面。一旦成为大型基建项目，就会涉及到从招标到规划施工一系列很大操作空间的环节，方便政府内部人员进行权钱交易。王海娟的报告最后总结，振兴农业资本下乡，政府投资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资本圈地和基建狂欢，最终政府出了钱，背了债务，但是拿了可视化政绩，振兴乡村了。企业拿了补贴，圈了地，不用管农业，城市的无偿土地指标跟融资通道就满足了企业的收益要求。最终真正的农业就是被甩掉的帮扶，所以大量这种实施的土地都荒芜了，复耕起来十分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我讲过18亿亩红线早就不在的原因。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用经营工业和房地产，这是报告里说的，资源用经营工业和房地产的逻辑
去生搬农业，导致上百亿资金在荒野中变成了无人问津的盆景啊！当然，王海娟这种报告不可能像我一样在国外，毕竟我可以说真话。他写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深了。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中共每年根据1号提案，每年3到4万亿的农业投入，其中农林水的财政直接支出投入3万亿左右，乡村振兴跟衔接资金2000亿左右，强农惠农资金3000亿左右，3到4万亿的资金主要都干嘛去了？这些3到4万亿资金由于投入的过程中，在农业需要满足中央的中共政府的资金安全、审计合规、政绩可视化3项基本要求，而农业项目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农业项目本身特点的国家审计体系。钱进去买土地种子种到地里面都是多少钱买，怎么弄，怎么审计，没人知道。所以至今中共国大部分农业投资基本上都被各地政府变成了高度可视化项目。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呀，中国我忘了是几百个6、700个县吧，这只有19个县，而且不是县里全部，只有42个乡镇，上百亿资金浪费。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浪费了多少钱，这里面实际上浪费了多少钱。那现在这些农业投入，政府建成可视化项目，基建、修房子、修路、购买农机等，对，这时候本身应该进入农业产业循环的资金，最后就焊接在钢筋水泥跟贪腐的人的兜里，循环不起来。所以大家想想，这农业上你就从这儿弄出来的钱，是不是中共能更好的发展？ M2 这几百万亿怎么出来的？现在明白了吗？浪费呀！那中共是不是就在农业上浪费钱？当然不是了，政府本身浪费钱更厉害。我跟大家讲一个消息，上次为什么对于政府的消费在1季度在中共的这个所占比 GDP 的比重里面，我说了一个数字，叫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 84.7%。因为大家知道1季度我们的社零同比增长是历史最低记录，那怎么内需消费啊？后来查了一下数据，1季度最疯狂的叫政府采购、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在哪儿？去年就是个大数，今年更厉害。什么大数？去年什么地方厉害？从去年春节开始，中共政府各级政府从中央地方在上层政策驱动、下层政绩竞争、中间供应链套利以及集体性投资综合因素驱动下，然后再号称能够完全不使用外网，自行处理大量政府业务的什么东西，叫 DeepSeek AI 一体机上，竟然不完全统计花了 1.7万亿资金进行采购，而这 1.7万亿资金几乎目前100%在中共国的政府仓库里吃灰。也就是当中共最高层发布什么 AI、算力、国产替代成为关键词以后，各级政府对 AI 的理解就是，包括央企国企，就是必须做。政府理解必须做，不做叫政治落后、不忠诚。央企国企理解必须做，不做不合规，未来会被问责。所以你们都很难想象，就这个 DeepSeek 挣了多少钱。国产 AI 一体机在概念中成为解决障碍、强调离线可用、数据安全、完全满足政府窗口期焦虑的产品，海量订单1万多亿。结果买了以后 AI 一体机完全不可能即插即用，需要数据清理、模型微调、业务场景设计、运营维护等大量技术工作。而能满足这些技术工作的人，不仅在国内数量少，薪水要求很高，根本没办法跟政府招聘体系对接。最终买了以后没人用，所以少则几十万一台，多则几百万一台，
我都没想过会这么贵。这些 AI 一体机最后都在政府仓库里吃亏。那这个钱浪费了，那今年怎么回事？吃一堑长一智了吗？没有。那今年掀起的是购买龙虾解决方案的热潮。这上万亿资金打水漂了，今年没改。因为什么？因为中共中央傻逼习近平的精神政策没变，呐喊的还是 AI 算力本土化。这过去干不了，花了钱了，今天怎么办？龙虾一体机貌似完全解决上一代 DeepSeek AI 一体机应用太复杂的问题。龙虾对政府的宣传叫开箱即用，内置大量现实应用，对客户提供行业预培训。在销售演示中，龙虾展示的是自动打开报销系统、自动填报、自动查收电子邮件、自动发送周报等。咱们都知道年初这龙虾吹得有多火，所以替代人干活的安全可靠性、视觉冲击效果远超过 DeepSeek AI 一体机。这个时候就解决了政府上一代购买一体机难度达不到的难度。这样子在数据不外流、外部模型不可信、必须自我控制的中共高层的严格要求下，那龙虾就成为展现政绩的标配。但是现实中我们都知道，龙虾真要接管业务，必须有极其复杂的 API 适配跟流程梳理，这根本不是几个专业人士能做到的，因为各领域各行业完全不一样。就仅仅是流程梳理这个工作，可能就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组成几十人的专门团队，跟众多技术人员一起几个月的工作才能达成。实践中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现在很多购买的龙虾，就是现在这台价格更昂贵的龙虾，跟它现在的前辈 DeepSeek AI 一体机一样，很多也已经在仓库中吃灰了。大家明白了吗？政府消费牛逼吧？这种项目有多少数不胜数。就像以前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在2023年年中就确认超过1000架、1300多架明确订单的 C919。从2022年这个飞机投入运营至今5年时间，明确下线交付使用的只有区35架。这是花费了明确上万亿研发经费的项目。这他妈在波音在空客你他妈大笑话啊！你花这么多钱上万亿研发，到现在为止1300多架订单，5年就造出35架来。摆事实讲道理，啥意思吗？中共这边拼命压榨老百姓，各种理由手段把能剥削的钱全剥削走，管你死活。这边玩命的浪费，大把的钱扔到水里，扔到火里。但是最终结果看 M2 的增速就知道了，这边浪费的速度是远超这边压榨的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经济只能没办法一直的下滑和崩溃，好吧？今年在很多层面都已经讲过中共为什么必然垮台的原因和现在发展的情况。大家如果从2026年年初开始看，就应该意识到现在这个国家这种状况垮台的速度有多快了。我还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第一季度 GDP 增长的 5% 到底跟什么东西有关系。政府采购监狱坐不下了，内蒙都是。内蒙监狱现在大规模建设，确实住不下了。跟大家说，有条件的别有任何幻想了，能跑出来的尽快跑出来吧。我的感觉，中共全面严控不是你们现在翻个墙的严控，你将来存个钱的严控，你走在大街上的严控都马上要到了。你去看看深圳，在国内查一下人脸识别罚款这关键字，很多人大街上骑自行车
跨人行横道，回家就直接接到罚款通知，然后银行账户就被扣款，都不用你去交。为什么？你骑自行车，你压人行横道了，然后呢被人脸识别出来了，大数据直接就把你罚了，钱直接就从账户上扣走了。未来你办个护照出个国，我估计可能很快都会特别严格，好吧？